这个女孩被称为田径魔女，她跑得非常快，是全校的名人。但是小明却是田径部的吊车尾，队员们训练时背着教练偷看手机。新闻里正报道一个天才少年在国外被杀的消息，他的队友紧急回国，但在机场被拍到的时候，表情非常平静，丝毫没有为队友的死而悲伤。有小道消息说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嗑药派对，是一个自称恶魔崇拜的安息日活动，会不会是和恶魔做了交易？小明看到这里，难过的哇哇大哭。一旁的教练突然伸出舌头吃掉了飞到他面前的飞虫。美术接到了摄影师长崎打来的电话，约他出去吃饭。对方经常拍美术的照片进行报道，队友们都以为长崎是他的男朋友。至于那个因为队友被杀而回国的运动员，突然毫无原因的动手杀害了他的教练。小明借住在美术家里，所以每天都等着和美术一起放学。不过今天美术有事，自己走了小路，他并没有去赴长崎的约，而是一个人来到了河边发呆，却正好遇上了3个水平极差的说唱混混。对方认出了她是有名的田径魔女，一欲纠缠之下，小明突然开船来救美。可惜他一个小弱鸡，也只有被欺负的份儿。一辆白色轿车突然驶来，白衣男兴奋地高喊着小明的名字，从怀里掏出机关枪，对着甲板一通扫射后，就带着小明扬长而去了。白衣男叫飞鸟，是小明的幼训染，却已经在美国大学当上了教授。他这次回国是有事让小明帮忙。上个月，他受一位研究古代原住民的俄罗斯学者菲切拉博士所托，到亚马逊当地替他做古代语言的口译。他们深入亚马逊丛林之后，却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。教授突然变得非常古怪，杀死啼叫不停的鸟，并且对他发动了袭击。飞鸟下意识地用手枪反击，而在黑暗中的教授身体突然扭曲了一下，紧接着教授就将车上的汽油喝下，并浇在身上，说他已经压制不住了，必须在自己还能保持人性的时候死去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和车一起点燃。在被火焰吞噬的瞬间，教授的身影变成了一只极其可怕的怪物。见势不妙，飞鸟拔腿就跑，身后传来了教授大骂恶魔的声音和爆炸声。稍声挥弹之后，教授的重量却是他在世时的2倍。于是飞鸟确定教授体内存在着某种东西，也就是恶魔。教授当时研究的原住民就是恶魔。恶魔在人类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，他们极度凶猛野蛮，没有情感，但却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。恶魔没有尸体，必须和其他生物合体才能存在，而为了生存，他们会不断和更优秀的生物合体，逐渐进化。现在也有恶魔获得了继续保持人类形态生活的技巧。对于人类而言，只要不屈服于恶魔的意志，就能在保持人性的状态下获得恶魔的力量。教授大概是想亲身证明这一点，但却失败了。最近怪事频发，残忍离奇无法侦破的案件，神秘的集体失踪，或者突然变得狂暴，或者突然展现出惊人体能的运动选手，极有可能都是恶魔在扩散。世界各地的警方高层肯定都知道这件事了，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恐慌而没有选择公开。飞鸟却认为，如果是事实的话，每个人都有权知道并做好防范，所以他会找出证据，让全世界都知道。飞鸟带着小明来到了一处漆黑的郊外，很抱歉把小明卷进来，他们很有可能会被恶魔吞噬或者自焚而死，但他们必须要揭开真相，而唯一能信任的人就只有小明了。在飞鸟真情实意的劝说下，小明欣然同意和他一起调查。这是一家夜店，里面正在举行名为安息日的大型不穿衣服自由交友 play， 场面非常不堪入目。女孩手里提着药，含在嘴里喂给了小明，再往四周一看，笑死，根本过不了审，把纯情少年小明看得一愣一愣的。飞鸟已经找到证据证明这个派对就是让恶魔附身的仪式，但是这么虚假的状态，恶魔是不会来的。说着，飞鸟摔碎酒瓶，冲入人群，开始疯了一样的伤人。恶魔嗜血，只有见到血他们才会出来。小明傻眼了，急忙冲上去阻止飞鸟，结果2个人都被愤怒的群众摁着一顿暴锤。小明不小心摸到了半裸女孩，然后被一棍子抡出了血。女孩大笑着，突然体内开始涌现出各种液体，紧接着浑身扭曲的变成了可怕的异形，咬掉了周围人的脑袋。随着血腥味的扩散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产生变异，会场上瞬间充斥了可怕的怪物，场面极度的血腥，人们哀嚎着想要逃命，却都被怪物4分5裂成了各种碎块。小明被这猎奇的场景吓傻了，反倒是飞鸟非常兴奋地掏出相机，大喊着让阿蒙附到小明身上。飞鸟掏出机关枪，对着朝他围拢的怪物不断扫射，但还是被一只庞大的鸟形恶魔压在了爪子下。小明疯狂地奔向飞鸟，身后一只红色的怪物朝他张开血盆大口，然而下一秒，哭嚎的小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表情狰狞地撕碎了身后的怪物，紧接着身体暴涨，彻底变成了恶魔的形状。徒手捏碎了一只怪物的心脏之后，就开始疯狂地虐杀着周围的同类。飞鸟将自己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恶魔，而这个恶魔还是世界上最残忍暴力的存在。仅仅1晚过去，小明彻底变了一个人，不仅变高变帅成了大众男神，而且食量和性格也都大变，一顿吃10碗饭都不够。在教室当众看片儿，原本田径部垫底的存在，却一次跑出了常人根本不可能及的速度。美术简直对他刮目相看，长期又给美术打去电话约他出门，但是这一次去赴约的人却是美术的朋友黑田。短短1天，小明就从纯情
情弱鸡变成了霸道猛男，连美术都认为小明嗑药了。但实际上小明自己也很吃惊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运用这副身体。小明回到河边，拿自己落下的书包，一只手就把找茬的混混扔进了河里。而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之后，小明将书包交给美术，飞快地跑走了。小明回到家，发现飞鸟给他带来了一辆炫酷的摩托。为了搞清楚已经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小明骑着摩托车来找养伤的飞鸟。昨天的事，他只记得自己要去救飞鸟，然后再一醒来就变成这个样子。飞鸟告诉他，是他打倒了恶魔，救了大家，并将自己及时送进了医院。小明得到了就算不借用武器也能和恶魔正面对抗的力量，而且还能保持着恶魔没有的人性。他是同时拥有恶魔的身体和人类灵魂的男人，也就是恶魔人。小明可开心不起来，他现在能保持人性，说不定只是运气好。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失控，也会像教授一样自杀。如果他像恶魔一样开始伤人，希望飞鸟能杀了他。女人弯下腰来端餐盘，他居然没有穿内衣。小明眼睁都看直了，直呼飞鸟太色情。飞鸟给小明准备了大餐，维持恶魔的身体需要耗费相当大的能量，以后小明可以尽情到他这里来补充能量。当然，他希望小明能帮他做一些事。至于那个总是约美术出来的长崎，其实是个专门偷拍年轻妹子裸照赚钱的人渣。男人在黑暗中惊恐的到处开枪，而被他击中的人却刀枪不入，一只大手将他一把抓住，男人的整条胳膊都被扯了下来。名为怀梦和死力如的恶魔似乎在等待着阿梦的到来。小明借住的木树一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。吃饭的时候，夫妻俩谈论起保鲜寺的主持失踪了。小儿子太郎嚷嚷着肯定是被恶魔抓走了，据说只要和恶魔签订契约就会变强。那个主持的房里有一堆枪，胳膊上还戴了很多的表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大人们都让太郎不要乱说，而小明又在一旁默默垂泪。梦见来昔日派对的小明从梦中惊醒，他的父母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，至今都没有回来。长期仍旧在打电话骚扰美术，试图忽悠他来新的摄影棚拍点不一样的写真。见美术为难，小明打开窗户，一跃从楼顶跳到阳台，抢走了美术的手机挂断。对方不过是在利用他的善良和认真而已。美术没有发现长崎的真面目，而代替美术去敷衍的黑田，就以拍色情写真的名义被长崎带上了床。而且他对小明也有着某种不可描述的冲动。飞鸟腿伤未愈，就急着和小明一起行动了。现在他们已经查到安息日派对就是恶魔的入侵口，接下来他们要挨个去那些警察没有立案却有命案迹象的现场。长崎在废铁厂发现了疑似安息日聚会的地方，于是半夜架着红外相机准备偷混进去拍点照片，没想到正好目睹了人类变成恶魔吃人的现场。恶魔在解决完男人后，很快发现了他，并渐渐逼近。而就在这时，小明和飞鸟赶到了。恶魔以为小明是同类，却没想到对方是屠夫。一见恶魔带着满手的表，小明就明白是他们杀死了主持，立刻愤怒的变身，将3只恶魔全部虐杀。却没想到他变身的全过程都被长崎拍了下来，并且趁机逃走了。飞鸟的腿脚不便，根本追不上，于是急忙叫醒撕碎恶魔的小明，他们的身份要暴露了。而死里逃生的长崎则是兴奋不已，他拍到了足以改变历史的东西。